人生说长也长，说短，一眨眼就是匆匆1年。总得有个理想抱负，才不枉来这世上一遭。你的2位妹妹，或是想学医，或是想学商，皆不愿耽于家中，相夫教子，终结一生。你既为男子，又是长兄，更不应该弱于他们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先生不就是想说，你的妹妹是女孩子，还这么有上进心，晓得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。你身为男人，却还想这么混下去。冯先生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们都认为我再这样一事无成下去，就会变成纨绔子弟，永远没办法翻身。荣家是上海滩的巨富之一，大少爷即使做个纨绔子，躺在祖业上吃喝，也会衣食无忧。但我们今日讨论的，不是求生之谋，而是立世之道。大少爷可以仔细地想一想，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先生年纪轻轻，倒是将学堂里的老东烘做派学了个10有8九。好像你不拯救我，我就真的会一事潦倒一样。况且那些问题本来是我问你的，你却反过来质问我。可我好也罢，歹也罢，与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你自己尚且是一个庸庸碌碌忙着糊口的人，又何必操心别人该如何建功立业呢？大少爷说的是我多管闲事了。不过，大少爷你现在拥有的，皆是与生俱来。我为5斗米折腰，但这5斗米，却是我用血汗换来的。我不鄙夷你不劳而获，你也不必瞧不起我的庸庸碌碌。冯先生，课上完了。太太，我听方林说大少爷留堂了，担心他给你添麻烦，特意过来看看。没有的事，我只是想问问大少爷想考哪所大学罢了。那你可问着了。哎，你爹刚才打电话也是问你考学的事，他说最近打听到，若是捐一笔款子，你还是有希望进大学的，就是成绩不能太差哦。劳烦我爹在外奔波，还替我操心。不过等他回来，看到你一片苦心，一定会十分感激你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我心急似的。既然你自己不知道着急，我何必操这个心呢？太太这么说，倒是我不孝了。劳烦你替我操心打点，我还不领情，实属我混账。大少爷是有义气，想靠自己的真本事考上大学，给家里人争光。他的话没那么周全，但是意思是差不离的。年轻人气盛，容易犯冲，还请太太别介意。我哪敢介意啊？你问他，我敢吗？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999感冒灵邀您继续观看《流光之城》。大少爷，冯先生学问这么好，一定知道多管闲事这4个字怎么写吧？大少爷对太太未免有些失礼了，就算不满，也不应该当着我这个外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。你还知道你是外人啊？方才问我未来打算的时候，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切。大少爷是男子，而太太终究是妇人，就算你赢了，你也是吃亏的。我吃亏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
不过就是个家庭教师罢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这句话你听过吧？我只年长你几岁，且舔着脸做个长姐吧。学生犯错，先生要管束教导；弟弟受了刁难，做姐姐的也要挺身维护。大少爷可以不喜欢，但我却不能不履行我的职责。多谢先生的好意，不过还请先生独善其身。荣家这潭浑水，不是你这样的人能淌得来的。哼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反正是我瞧不清楚的人。瞧不清就慢慢瞧吧。正所谓，日久见人心，总有一日能瞧清的。对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好，来日方长。先生，这么大的雨还要出门啊？要给父亲拿药。等雨停了再去吧。跟别人约好了，不好实行的。我开车送你。谢谢大少爷。冯先生，家里原来是做什么的？开药店的，后来遭了灾，就什么都没了。我爹还落得一身的伤。所以你是因为缺钱才去的舞厅吗？那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？就一个大哥。大少爷这是在查底细呢。那你大哥在美国学什么？我大哥是学医的，他很优秀，但是家里出了事，他只能一夜回国。也许对他来说，一家人团聚远比学位重要。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这么成熟体贴的话，不像你嘴里能说出来。不说我了，大少爷你呢？军校还教你们跳舞啊？你的舞伴一定很漂亮吧？我不记得了。快到了，前面街口那栋就是。